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的天空正变得越来越拥挤？悬浮于地球轨道之上的卫星是现代文明的双刃剑，它们支撑着全球通信与精准导航，让我们的繁忙世界得以运转，却也扮演着高空间谍的角色，成为国家间情报博弈的工具，并为现代战争的复杂通信网络提供核心保障。截止到制作本视频时，地球轨道上约有12000颗卫星，其中7000多颗是星链巨型网络的一部分。这是由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推出的一项任务，旨在通过一张互联的卫星网围绕地球。更何况，这只是开始，星链还将继续扩展，可能会发射多达42000颗卫星。这些卫星旨在为全球最偏远的地区提供互联网连接，从最荒凉的北极苔原到高耸的山峰，它们能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坚持工作，即使所有其他通信系统失效时也能提供服务。但星链并不是 SpaceX 唯一的卫星项目，鲜为人知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名为星盾的军事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一份价值18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合同，建立一个卫星网络。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光鲜亮丽且便于宣传，但星盾充满了神秘。它是为政府使用而设计，旨在支持国家安全。但它是如何运作的？代价又是什么呢？随着卫星数量的不断增加，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新时代太空竞赛的背景，参与者发生了变化，谁真正掌控了这片最终的疆域？在我们深入探讨大气层的战场之前，让我们先仔细看看 SpaceX 的另一个更为亲民的卫星项目星链。星链最早于2015年公布，旨在重建太空中的互联网，计划将4000颗卫星放入近地轨道。近地轨道是大多数卫星的常见轨道，包括国际空间站。轨道高度一般在地面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这个系统的目标是为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提供连接，你只需插上设备，指向天空就能在线了。除了在山中进行数字游戏或在沙滩上接听工作电话外，全球互联网连接的理念实际上有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潜力。斐济和所罗门群岛等偏远地区的学校已经使用星链来访问数字教学资源，从而使教育变得更加可及。星链卫星还可用于帮助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通信，因为它比标准的海底电缆更不容易受到干扰。2024年，一场7.3级地震摧毁了瓦努阿图的唯一海底电缆，星链迅速部署了300颗卫星，恢复了应急服务的连接，并帮助了国家的恢复工作。这些成功故事促进了星链的受欢迎程度。目前该服务已拥有超过540万订阅用户，估计收入超过32亿美元。这些都是星链的优点，但这些卫星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最新的星链卫星并不小，它们长约30米，重量相当于一辆小型汽车，距离地面仅550公里。它们在发射时是成堆的，一次可发射多达60颗，使用 SpaceX 自家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这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2级火箭，这些火箭已经完成了近500次任务。当卫星部署后，它们会使用导航传感器来扫描星空，准确定位自己。每个卫星内都配有3颗空间激光器，用于与其他卫星进行通信，形成全球互联网网状系统。每颗卫星还配备了8个天线与地面上的接收器连接，并可通过使用氩气的离子推进系统进行精确的定位调整。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现在地球轨道上已有超过7000颗星链卫星，并且这一数字预计还会增加。正如这张可用性地图所示，这个网络已覆盖了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区，约有27亿人受益。但 SpaceX 不满足于此，预计未来非洲、东南亚甚至南极洲的一些国家也将会接入星链。可以说 SpaceX 已经在建立一个卫星帝国。虽然关于星链的信息并不多，但关于 SpaceX 的另一个卫星项目星盾的信息更是少得可怜。SpaceX 在卫星领域的另一项探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隐秘的军事项目。星盾可以看作是星链的军事版，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像星链一样，星盾也是由低地轨道卫星组成，但这次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服务于国防目的，并且在2021年，他得到了来自美国国家侦察局18亿美元的资助后，完全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他们具备增强的加密和其他安全功能，用于安全的数据处理，并采用模块化设计。这意味着这些卫星可以集成各种有效载荷，不论是用于通信、地球观测、目标追踪、早期导弹预警等等任务，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防御目标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星盾卫星。星盾如何使用的具体细节很模糊，但毫无疑问，它已在使用之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在第2陆战师中部署这些技术，既用于基础通信，也用于更专业的任务，如目标锁定和火力控制。在 SpaceX 的网站上，第2陆战师的 Tim Raine 少校称赞这些卫星在一次服务级训练活动中维持服务的能力，尽管当时恶劣天气和停电导致其他卫星传输中断。同样，2023年 SpaceX 与美国太空军签订了一份为期1年的合同，金额达到7000万美元。有猜测认为，太空军可能会继续使用 SpaceX 的卫星，而不是承担自己建造卫星的费用。这个项目正迅速引起高层客户的关注，且看起来不会很快放慢脚步。但星盾和星链到底有多相似呢？需要提到的一个重要点是，星链和星盾可以使用相同的卫星间激光通信终端，这些终端通过激光束在卫星之间建立高速数据链路，而不是使用传统的无线电信号。SpaceX 自豪地宣称，它是唯一一个在轨道上大规模使用激光通信的公司。这意味着其他卫星，无论是
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干扰星盾数据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防御角度来看，这显然很有吸引力，客户可以相当有信心，因为 SpaceX 一直在大规模使用这一技术，自星链运行以来就已稳定运作。在很多方面，星链就像 SpaceX 为星盾面世时带来的作品集，这已证明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销售策略。从这两个产品的市场推广来看，星链是为公众消费者服务的，而星盾则用于国家防务。但由于这两者技术如此相似，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呢？确实，当你考虑到当前和未来全球的冲突时，星链和星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今年，埃隆·马斯克曾在 X 上表示，星链系统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他关闭系统，整个前线都会崩溃。甚至他在某些时候曾短暂地关闭过系统。星链被乌克兰军方用于偏远战争区的互联网连接，而波兰数字化部则每年支付大约5000万美元的费用。因此，星链已被用作防务用途，并且完全有可能与星盾一样成为军事资产。尽管它只是提供互联网连接，但正是通过互联网能做的事情，才将其转变为武器。一旦关闭，战争的局势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内发生转折。对管理这些卫星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责任，甚至可能超出了最初提出星链时的预期。在加沙冲突期间，以色列实施了严格的互联网封锁，但经过数月的艰难谈判，星链系统最终于去年在加沙地带的一家医院内获得了特殊许可并启用，成为封锁政策下罕见的人道主义通道。这为该地区的援助工作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通信。尽管以色列仍然不愿意允许更多的覆盖，担心它可能被用于对抗他们的战争。然而 SpaceX 的参与让这些敏感且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事实上，这项技术已经让像 SpaceX 这样的私营公司有了在军事争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些争论在没有这项技术之前是他们无法接触到的。对于卷入冲突的各方来说，必须依赖私营公司，而不是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民选政府官员来提供可能决定他们命运的服务，这是有风险的。然而，在现代战争的环境中，这往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没有这项技术，他们可能面临被用作敌人武器的风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星盾是 SpaceX 为了将星链从军事用途中剥离出来的方式，但这种分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尤其是在这些冲突继续的背景下。即便如此，这两个项目之间依然存在着后勤上的问题。如前所述，星链和星盾使用相同的通信终端和激光束数据链路，这使得它们独立运行变得更加困难。只要它们保持关联，我们可以预期事情将变得混乱，尤其是当这些卫星既可以被视为有效的军事目标，又是市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服务时。但撇开冲突不谈，我们是否应该关注卫星日益增多的其他后果？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天空，甚至我们未来探索天空的梦想？那些不愿意订阅星链的国家几乎没有选择，必须发射自己的卫星网络。这项任务需要大量昂贵的火箭发射，他们必须谨慎控制预算。但星链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成本、道德或安全性。除了关于这些卫星如何在当前和未来冲突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外，还有人担心这些硬件如今正在填满我们的天空。天文学家已经抱怨，如此多的卫星反射出的光污染，以及星链卫星发出的辐射，可能会使地面上的射电望远镜失效。2年前，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这些辐射，发现泄漏的辐射超出了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而且第二代星链卫星的干扰比第一代强32倍。自从这项研究发布以来，更多的卫星已被部署 ，SpaceX 也尚未完成其超大网络的建设。我国也正在进入太空竞赛，推出了千帆计划低地轨道通信卫星项目，这与星链非常相似。计划再发射14000颗卫星，这将加剧这一增长中的拥挤问题。这不仅仅是天文学家的问题，也已经成为卫星运营商自身的难题。早前我提到，星链卫星能够通过离子推进系统调整位置，这么做有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截至2024年11月的一年中，星链网络进行了超过10万次调整，以避免与碎片或其他物体发生碰撞。这意味着每5分钟就会发生一次调整。虽然估算值各不相同，但据计划，未来低地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5倍。除了 SpaceX 和我国亚马逊和 OneWeb 等公司也计划推出自己的超大卫星网络。这些卫星不仅需要避免互相碰撞，发射这些卫星的过程也会增加需要避开的不必要的物体，特别是所谓的太空垃圾。每次发射都会产生碎片，包括发射器的零部件，甚至是整个火箭的外壳。早在1978年 ，NASA 科学家唐凯斯勒就预测，在未来30到40年里，低地轨道上的太空垃圾会多到足以导致碰撞，不可避免。他的预测已经部分成真。目前，我们知道地球轨道上有超过25000个直径大于10厘米的物体，包括被毁坏设备的碎片，甚至是整个废弃的航天器和火箭发射器。这些物体是比较容易探测和避免的，但是还有超过100万个小于10厘米的碎片散布在大气层的外层。这些微小的碎片问题看似不大，但如果你考虑到
到它们以每小时25000公里的速度运行时，它们就变成了极其危险的卫星导弹。如果你还记得学校物理课上的原理，你会知道，任何碰撞释放的能量是质量和速度的函数。比如，一颗掉到你手中的子弹几乎没有感觉，但如果用步枪射出同一颗子弹，它会穿透钢板。这些碎片的速度是步枪子弹的5倍多。当更多物体挤进低地轨道时，有些人认为其中一次碰撞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碎片，推动一系列碰撞和更多碎片的生成。这种连锁反应就被称为凯斯勒综合症。如果凯斯勒综合症成为现实，它可能会摧毁所有当前在低地轨道上的通信卫星和其他硬件，包括国际空间站和哈勃望远镜等。它会在我们的星球周围形成一层巨大的碎片层，几乎让我们再也无法发射任何东西进太空。我们将面临成为地球上囚徒的危险，被一层危险的垃圾困住。这些垃圾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清除。这个场景听起来像是末日预言，但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随着星链和星盾网络的不断扩张，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身的毁灭？事实上，只要卫星数量持续增加，碰撞的概率就会增加。这种概率是星链卫星决定是否需要调整轨道位置的依据。当碰撞的概率超过特定阈值时，卫星就会调整位置。因此，它们并不是预知碰撞的到来，而是为了安全起见进行位置调整。NASA 和其他机构普遍接受的碰撞概率是1000000分之1。然而，2024年 SpaceX 悄悄将星链的安全阈值改为1000000分之1。这个改动似乎异常谨慎，准确地说是谨慎了100倍。因此 ，SpaceX 必定有自己的原因来如此保守。做出这种调整后，星链卫星需要每30秒就进行一次位置调整，而不是每5分钟一次。随着如此多不同公司卫星的额外调整，跟踪所有卫星的轨道变得极其困难。严重的碰撞确实变得更加可能。卫星将不仅仅是出于预防性调整，而是为了避免毁灭性碰撞必须做出的调整。卫星之间的碰撞本身可能会引发凯斯勒综合症，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碰撞可能不会来自另一颗卫星，而是来自一种专门用来打击卫星的武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俄罗斯，这可能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它是第一个将功能性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家。1957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尽管如此，俄罗斯在卫星太空竞赛中的投入并不多。到2023年，他们总共有220颗卫星在轨道上，这只占全球卫星总数的2.5%左右。这是因为俄罗斯在卫星制造方面的能力有限，实际上他们每年只能生产约40颗卫星，而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产量则远远超过他们。因此，俄罗斯可能正是由于在卫星大规模组网方面的困境，才转而寻求其他方式在全球舞台上施加影响。2024年2月，美国白宫证实他们掌握了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研发反卫星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核武器至今尚未部署，且关于俄罗斯进展的公开细节很少。但俄罗斯确实否决了重新确认1967年外空条约中禁止将核武器放置在太空中的提案。即使核反卫星武器尚远未成熟，俄罗斯也在研发非核武器，如激光、地面发射导弹和电子战系统，以针对卫星。2021年11月15日，俄罗斯测试了一种名为 A235 Noodle 的直接上升反卫星导弹，成功摧毁了他们自己的一颗废弃卫星宇宙1408。这次测试将低地轨道污染了超过1500个可追踪碎片，并可能继续生成数十万颗更小的碎片，导致科罗拉多州的皮特森太空军基地警铃大作。此次测试产生的碎片在轨道上的存在，将对未来几年的太空活动造成威胁，并使卫星避免碰撞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对于像星链和星盾这样的大型网络来说。因此，凯斯勒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正如我们所见，存在许多方式可以使其成为现实。无论是卫星之间计算错误导致的碰撞，还是敌对国家故意发起的攻击，产生的碎片都可能足以引发毁灭性连锁反应。而且，对于我们未来探索太空的任务而言，形势看起来不容乐观。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如果这些绕轨飞行的电子设备能够继续存在而不触发自身的毁灭，这些设备在寿命结束时将会发生什么？目前，星盾的军事硬件要正常运作，需要依赖星链网络的支持。这些卫星的寿命大约是4到5年。正如我们所见，它们不能仅仅被遗弃，成为更多太空垃圾。正如老话所说，上天的东西必定要降下来。SpaceX 在其网站上表示，他们的卫星是可烧毁的，意味着他们在大气层再入时会完全解体并烧尽。SpaceX 保证，如果有任何碎片逃脱，他们撞击所释放的能量也可以忽略不计。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放心，但 SpaceX 不可能对所有卫星在每种情况下都保证其100%消失。事实上，任何卫星运营商都无法做到这一点。遗憾的是，在进行了一些研究后，部分科学家指出，这些冲击力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微不足道。今年，《自然》杂志发布了一篇文章，揭示出许多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来清除老旧卫星，且很难预测它们会降落在哪个地方。文章详细描述了过去几年中发生的2起重大事件，其中一些大型太空垃圾以小型导弹的速度落入肯尼亚和乌干达，碎片散布范围达40公里，且毫无预警。随着更多卫星的无控制载入，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射击目标，甚至商业飞机也面临风险。更糟糕的是，许多卫星运营
营商在其卫星降落后，并不采取有效的清理措施，任由它们自然衰变。而这对于设计时要能承受太空飞行极端环境的材料来说，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表明卫星载入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不论是对人类还是对环境。而且在发生问题时，受影响地区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警告。而即便卫星按规定在载入时被烧尽，它们的烧毁过程仍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的地球大气层中的这一层就是臭氧层，而这些卫星大多由铝制成。当它们在大气层中燃烧时，会产生铝氧化物纳米颗粒，这些颗粒已知会加速臭氧层的消耗。2024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这一影响，发现一颗典型的250公斤重的卫星在燃烧过程中能产生大约30公斤的铝氧化物纳米颗粒，而第二代星链卫星的重量约为800公斤。一旦产生的这些纳米颗粒进入大气层，它们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十年，导致臭氧层遭受重大风险。因此，即便这些卫星在载入过程中能够安全的消失，它们也会带来重大环境影响。毕竟，我们在1979年通过禁用氯氟烃对臭氧层的保护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因为一些不当的卫星处置而让这些努力付诸东流，那将是一种遗憾。总而言之，显然我们现代卫星使用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隐患。这些问题不仅仅与星链和星盾相关，作为新太空竞赛中的关键玩家 ，SpaceX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将扮演重要角色。鉴于风险的存在，我们需要果断采取行动，以确保太空仍然是我们能够探索的领域。同时，希望在此过程中保留卫星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当我制作此视频时，本以为只是单纯对星盾项目进行更多了解。军事技术创新帮助创造了许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从微波炉到胶带，太空探索一直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关于星盾和星链的内部运作细节，一直很难获得，这也能理解，因为这些卫星目前在全球多个重要冲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了解这些技术如何被使用，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仍然非常重要。卫星生产已经成为21世纪的太空竞赛，众多玩家都在争夺这一领域的一份羹，其潜在的好处非常巨大，涵盖经济、教育、灾后恢复、社会平等等等。但随着掌控这些技术的力量不断扩张，我们有必要审慎考虑，随着企业领导力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他们的角色将如何改变？撇开政治不谈，卫星正密集占据地球周围有限的轨道空间，尤其是在低地球轨道区域。若不进行严格的规划与管理，我们终将面临卫星是我们唯一能发射到轨道上的东西。